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等人终于离开了天焚炼气塔，而苏谦见封印支撑不了多久，便带领所有长老启动当初院长留下的阵法，想要再次封印陨落心炎。刚刚突破封印的陨落心炎，被长老们的千层封阵又拦了回去。好不容易看到自由的他，再次对着能量网发起攻击。陨落心炎再次出击后，悄悄凝聚成了一条手臂粗长的火焰小蛇。火焰小蛇将能量网撞出一个很细的口子，虽然这道口子被苏谦等人迅速压了下去，但在这道口子破裂的瞬间，陨落心炎的能量波动直冲天际。苏谦顿时便意识到不妙，而此时远在黑角域的寒风，在感受到异火的气息后，顿时就坐不住了。他派手下将黑角域中一些势力的宗主都召集了起来。此时迦南学院中，在陨落心炎不断的撞击下，能量网上的颜色变得暗淡了许多。原本维持阵法的18名长老，在他的攻击下也只剩下8名长老和苏谦大长老苦苦支撑着。好在外院的副院长虎钳及时带着外院的长老们前来支援。虎钳和外院的长老们接替了苏谦大长老等人维持阵法，而苏谦则带领内院的长老们和导师进行下一步的封印。陨落心炎在感受到大长老等人动作的危险性后，疯狂反击，但在所有长老和导师的努力下，陨落心炎还是被再次封进天焚炼气塔。感受到萧炎的着急，药老告诉他，陨落心炎并没有这么好封印，而且黑角域的人似乎也被这边的能量惊动了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大长老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寒风便带着黑角域的人破开结界，来到了内院。看到寒风前来，苏谦很清楚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抢夺异火。不过苏谦毕竟是斗宗级别的强者，即使寒风拥有异火，也还只是斗皇巅峰而已。而萧炎在看到寒风的异火后，就很奇怪，他既然有了一种异火，为何还要来抢陨落心炎？药老沉默半晌，才告诉萧炎，寒风也修炼了焚诀，不过他当初得到的仅仅只是一小部分的功法路线。萧炎在得知寒风也修炼了焚诀后，心中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，让他一定要杀了寒风。这种反应直接深入到萧炎的脑海深处。内院中的长老们大多都只是斗王级别，只有虎钳一人是斗皇巅峰，而寒风带来的势力首领全都是斗皇级别的，再加上一些斗王级别的属下。原本苏谦身为斗宗，真打起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，但寒风却将黑角域的金银先生请了过来对付苏谦。金银先生是黑角域的黑榜中排名前2名的强者，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分开时实力与斗皇巅峰的强者相仿，但2人联手，即使是面对斗宗强者也有不小的胜算。苏谦对上金银先生，想要去破解封印的寒风被虎钳副院长拦了下来，而寒风带来的黑角域的人则对上了内院众多的长老们。原本用清火包裹自己的萧炎只是躲在一旁观战，但突然凭空来了一个攻击，萧炎在躲避时现出了身形。好巧不巧的是，这次寒风带来的人中就有血宗的宗主范劳。看到萧炎被清火包裹的身影，范劳眼睛充满杀意，他没想到自己到处都找不到的杀子凶手竟然在这里碰到了。范劳立刻调转身影，疯狂攻击萧炎。面对丝毫不留情的范劳，萧炎不得已只能使出3000雷动来逃命。铺天盖地的血色能量丝将萧炎能躲避的空间完全覆盖。此时紫妍和林修雅以及柳琴出现在空中，将范劳的攻击挡了下来。萧炎让他们给自己3分钟时间解决围困他的血丝，而范劳并不把紫妍3人放在心上，因为小看了紫妍的实力，范劳被紫妍狠狠地打了几拳，但他毕竟是斗皇强者。就在他使出血手印即将砸到紫妍身上的时候，实力攀升至斗皇的萧炎突然出现，将他的血手印震散。突然拥有斗皇实力的萧炎让内院的人都缓了一口气，毕竟在斗皇强者的数量上，内院比黑角域还是差太多了。萧炎的异火很快就将范劳的血海烧到只剩1丈宽。为了给儿子报仇，也为了日后不让人笑话自己打不赢一个学生，范劳使出自己的看家底牌地阶斗技大雪扑式。面对范劳的大雪扑式，萧炎使出了自己的焰分噬浪尺。当大雪扑式和焰分噬浪尺对撞的时候，庞大的能量将他们周围几百米摧毁成一片废墟。范劳见大雪扑式也杀不了萧炎后，便想拖延时间，等萧炎实力回到斗灵再来击杀他。但他想拖延，萧炎却不会心慈手软。在萧炎的疯狂追杀下，范劳终于落败。但就在萧炎想杀了他的时候，范劳使出秘法蒸发体内的血液，爆发出萧炎都望尘莫及的速度，躲开了他的攻击。
而就在萧炎准备对范老赶尽杀绝的时候，陨落心炎却再度突破了封印他的能量罩。大长老在看到陨落心炎再次突破封印，便不再理会黑角域的强者，而是将内院长老集结，准备结阵，想要再次将他封印住。但长老们在经过之前的封印以及与黑角域强者们对战后，不是全盛时期的他们已经无法再次封印住预谋已久的陨落心炎。陨落心炎脱离束缚后，便死死地盯着萧炎和寒风，他眼中极为人性的垂涎，让在场的众人都觉得有点好笑。药老告诉萧炎，无人操控的异火如果相遇，便会本能的想要吞噬对方来强大自己，而此时紧盯着他和寒风的陨落心炎，就是想要吞噬他们体内的异火。就在萧炎想要远离他的时候，陨落心炎突然将自己的尾巴甩向寒风，光凭寒风一人当然无法正面与陨落心炎对抗，不得已寒风只能许诺2倍报酬来拉拢他带来的强者。但此时的陨落心炎实力正是最强横的时候，在发现他们的攻击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后，黑角域的人在金银先生的带领下躲到一旁，让寒风用异火先将他的能量削弱再说。寒风只好掏出2瓶好不容易得来的天寒气对付陨落心炎。天寒气的罕见程度并不比异火小，在它一定的范围内，异火的威力也会打一些折扣，但天寒气在陨落心炎真正爆发后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。陨落心炎隐藏住身躯，又突然出现在寒风的身后，一尾巴砸在寒风的背后，直接将他砸得口吐鲜血，朝着地面而去。陨落心炎将寒风击退之后，并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转头盯上了萧炎。萧炎使出3000雷动躲过一击，但陨落心炎也突然诡异的消失在火焰中。药老提醒萧炎不要被火焰包围。身为异火，陨落心炎可以将自己随意变成火焰，在到达他周身的时候再凝聚出本体来进行攻击。而想要重创陨落心炎，就必须要在漫天的火焰中找出他真正的本源，并对他进行攻击。萧炎将自己的精神极度凝聚，死死地盯着无形火蟒。终于，萧炎在火蟒巨嘴之下半尺处的一块蛇鳞那里看到了一团看似无形，但却能用感觉察觉到的火焰强光。萧炎脚踏3000雷动，不断变换身形，瞬移般出现在无形火蟒之前，手握火焰长枪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洞穿了那块蛇鳞。这一击让身受重创的陨落心炎不得不现出本形。异火在现出本形后，会有一段时间的衰落期，这个期间是夺取异火的最佳时机。而为了能成功抢到陨落心炎，药老告诉萧炎，可以施展出能在他这里借助力量的极限。虽然这样会暴露出他的存在，但陨落心炎，萧炎必须弄到手。在萧炎动手的时候，下方的寒风也是满脸狂喜地冲向陨落心炎。虽然大长老下令要拦住寒风，但内院的强者都被黑角域的人拦了下来。萧炎早寒风一步闪现在陨落心炎本体处，但就在他想要抓住陨落心炎的时候，他的体内心脏处突然浮现一股炽热的星火，这股星火充斥着一种萧炎从来没有感觉过的破坏力。就在萧炎和星火僵持的时候，他察觉到寒风的到来，便立刻闪现到陨落心炎10几米之外。而直接冲向心炎本体的寒风，身体也像萧炎一样陡然僵住。萧炎抓住这个时机，突然出现，一拳砸向他的背后。但寒风毕竟是斗皇巅峰的高手，虽然受了萧炎一拳，但也引导着自己的异火撞击在萧炎的胸膛处。不过这一击对萧炎并没有什么伤害，反倒是寒风更加狼狈。寒风直接凝聚出异火的形体，想要杀了萧炎。萧炎也凝聚出青色莲花，直接与寒风的海心焰对撞。这一招让两人都变得十分狼狈，更是让寒风发现萧炎修炼的是比他还要纯粹与正统的焚诀。寒风质问萧炎从哪里得到的功法，而药老也不再隐藏自己，将他的灵魂力量尽数借给了萧炎。寒风从萧炎暴涨的气势与他体表的清火中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力量，随后便震惊地发现药老竟然没死。寒风不敢想象，药老若是将他当年按下毒手的事传出去，自己会遭到他多少好友的追杀，所以这次他一定要让药老和萧炎彻底闭上嘴。看到萧炎召唤出药老的古灵冷火，寒风更是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寒风将自己的海心焰凝聚成一把深蓝色的三叉戟，而萧炎直接使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，两种异火融合的大型佛怒火莲。药老拼着暴露自己的存在，也要将力量全部借给萧炎，这是想要萧炎拼尽全力杀了寒风。萧炎自然会全力以赴地达成药老的愿望。青白火莲与三叉戟对撞在一起，三叉戟并不能阻挡住青白火莲，而寒风也在火莲的撞击之下鲜血狂喷，砸向地面。但只剩一口气的寒风却被金银先生一把抓住，毕竟这一次的报酬他们还没有拿到，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寒风身亡。此时萧炎突然想起盘踞在天空中的陨落心炎，
而陨落星岩已经悄悄地出现在由火莲爆发产生的青白蘑菇云旁边。萧炎脸色大变，虚弱的他只能出声提醒要拦住陨落星岩，但为时已晚，庞大的蘑菇云被陨落星岩吞进了自己的无形火焰中。陨落星岩吞下大补品，瞬间释放出一股比之前更加狂暴的能量。金一先生感受到狂暴的能量，立刻就带着韩风和黑角域众人离开。大长老命令所有学员全部离开内院，进入深山。随后所有长老再次结阵，苏仙冲着阵型之内的萧炎大喊，让他赶紧离开。但陨落星岩却朝着萧炎爆射而去，萧炎能量消耗太大，没多久就被陨落星岩追上了。大长老想要等萧炎出去再结阵，但很快萧炎就被追上来的陨落星岩吞噬。陨落星岩吞噬萧炎之后，想要趁机冲出包围，却被一道能量壁将他震退。萧炎的死让苏仙大长老脸色一片阴冷，他不顾自身，发出拼命一击，将陨落星岩再度封印到地底深处。萧炎被陨落星岩吞噬后就失去了意识，等他苏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被陨落星岩带回了地底岩浆世界。药老告诉萧炎，他被陨落星岩拖到这里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。在这期间，陨落星岩一直尝试着炼化他，是药老用古灵冷火一直护着萧炎，但消耗太大，药老的古灵冷火也只能再坚持3天。3天后，他会把仅剩的灵魂力量全都给萧炎，随后便会进入沉睡。药老告诉萧炎，他沉睡后若是实在坚持不住，可以服下地灵丹，那样或许可以多扛一段时间。这一次，师徒两人的命运都交到了萧炎的手中。如果萧炎坚持不下去，躲在戒指中的药老也会被陨落星岩焚烧成虚无。药老沉睡后，萧炎接手他先前的工作，才知道与陨落星岩对抗的消耗有多庞大。萧炎觉得自己恐怕连1周的时间都坚持不住。在这种绝境下，他的心中一片苦涩，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。已经有了灵智的陨落星岩选择用慢火缓缓地炼化萧炎，在陨落星岩源源不绝的炙烤下，萧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，机械化的调动着体内的青莲地心火来抵御陨落星岩的焚烧。就在萧炎也不知道自己维持这种状态有多久的时候，他手臂上传来一种温凉的感觉，将他惊醒。看到手臂上游走的吞天蟒，萧炎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。争夺到身体控制权出来的是美杜莎女王，望着那凭空浮现并且拥有着无比诱惑的妖艳美人，萧炎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开心，反而是充满警惕地看着她。美杜莎一现身，就被察觉到的陨落星岩派出一大团火焰包裹。好在美杜莎的实力够强，很快就将无形之火抵御住了。萧炎在扫了一眼美杜莎的完美娇躯后，告诉美杜莎两人现如今的处境。得知自己现在的处境，美杜莎咬着一口银牙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说自己真后悔当初没有直接杀了他。美杜莎让萧炎将药老叫出来，凭他们两个是不可能破开陨落星岩的。萧炎无奈地告诉美杜莎，药老已经沉睡了。身处这种绝境，萧炎在看美杜莎气得想要杀了自己的样子，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毕竟杀了他，他们也出不去。美杜莎冷笑一声，说自己什么险境没见过，区区一火想要将他留下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说完，美杜莎就开始不断攻击包裹着他们的陨落星岩。但他的攻击不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反而将陨落星岩激怒。随后，萧炎和美杜莎就受到了陨落星岩的报复，一股极其炽热的星火突然出现在他们俩的体内。美杜莎抱着脑袋，一脸的痛苦。她的头顶上，两个有些虚幻的人影和蛇影正在无形火焰的炙烤中不断纠缠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杜莎和吞天蟒的灵魂却在火焰的炙烤下缓慢地融合了起来。陨落星岩误打误撞间帮了美杜莎一个大忙，只要美杜莎坚持到两个灵魂彻底融合，就可以完全掌握这具身体。到时候陨落星岩对她的克制效果反倒会自动消失。美杜莎这边的情况算起来还不是太糟，但萧炎却被这股比之前每次都要强烈的星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萧炎能感觉到再这样下去，他的身体怕是会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。他的经脉变得干枯扭曲，体内的各种器官更是严重变形。在他的意识即将消散步入黑暗的时候，萧炎身下的青莲座台突然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，融化了起来，随后变成一大团青色的液体，将萧炎的身体完全包裹住。在被青色液体包裹的时候，萧炎手指上的纳戒也在高温下爆开，青色液体将纳戒中卷轴这一类的东西全部剔除，将所有的药材和各种各样的丹药留下，并包裹了起来，其中就包括药老为萧炎吞噬陨落星岩准备的地灵丹。所有药材和丹药在青色液体中缓缓融化，最后将青色液体也渲染成了五颜六色。
五颜六色的液体顺着毛孔和伤口流进了萧炎的体内，让萧炎体内濒临灭绝的经脉、骨骼、血液再度泛起生机。萧炎体内的这一丝生机引起了陨落心炎的注意，眼看萧炎好像又要活了，陨落心炎再度爆发出恐怖的温度，但萧炎体内的生机也再度诡异的浮现。萧炎的体内被心火不断破坏，而五颜六色的液体又不断的修复，这两种东西在萧炎的体内就像进行拉锯战一样，不断重复循环。好在此刻的萧炎因为濒临死亡，已经进入了假死状态，感觉不到疼痛。时间慢慢的流逝，萧炎和美杜莎也都在慢慢的发生蜕变，谁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。飘荡在火焰中犹如死尸的萧炎突然睁开双眼，睁开双眼的萧炎看到的依旧是记忆中的赤红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，并且身体不仅没有半点损坏，还比失去意识之前更加强悍和恐怖。不仅如此，萧炎的实力更是直接晋升到了斗王级别。萧炎低头摸着手指上的戒指说，看来天不绝我们师徒，但却发现手指上的那戒不见了。萧炎将周围的东西吸到身前，发现他那戒中所有的药材和丹药全都不见了。昏迷之前坐着的青莲坐台也没了踪迹。萧炎觉得自己能够复活，大概是那些东西的缘故。他看向一旁浑身赤裸、紧闭双目的美杜莎，发现在一人一蛇的灵魂融合中，美杜莎占据了上风。萧炎的苏醒惊动了一旁守着他们的陨落心炎，发现萧炎还活蹦乱跳，陨落心炎发出愤怒的尖叫声，一团极其猛烈的心火再度出现在萧炎的心中。但这一次，萧炎体内的心火对他并没有造成破坏，反而让他浑身充斥着一种暖洋洋的感觉。萧炎十分茫然，难道自己已经被烧习惯了吗？药老已经沉睡，自然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。陨落心炎见对萧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再度召唤出猛烈的心火，而只要心火一蔓延，萧炎体内就会爆发出一阵奇异的荧光。心火在荧光的照射下，就像遇见克星一样，急速退缩到完全消失。萧炎望着自己体内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荧光，有点茫然。这些荧光就是那些缓慢进入萧炎体内各处角落的奇异药液。荧光在经过长时间与心火对峙，并且取得压倒性胜利后，心火对萧炎的焚烧效果大打折扣。萧炎并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，但他知道这是他对陨落心炎进行反攻最大的依仗。俗话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接下来就是萧炎进行反攻的时候了。萧炎眼中泛上奇异荧光，一眼就看清了被无数透明火焰包裹的乳白色小蛇。这条小蛇就是陨落心炎真正的本源。不再惧怕心火的萧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很快就抓住了乳白色的小蛇。萧炎利用青莲地心火将陨落心炎的心智侵蚀消散后，便按照焚诀的功法路线对陨落心炎进行炼化。炼化成功后，便到了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，融合青莲地心火与陨落心炎。若是两种火焰成功融合，萧炎不仅实力会大幅度提升，焚诀更是会成飞跃般的进化。萧炎开始进行两种异火的融合，而异火之间的抗拒性非常强，各自都想将对方吞噬。若不是萧炎身怀焚诀，怕是会引火烧身。萧炎不断地将焚诀斗气灌注进气旋中，形成一条界限，屹立在两种异火之间。随着一股股焚诀斗气的注入，萧炎体内的两种异火终于能够和平共处，不再爆发冲突。随后他迅速进入修炼状态，依靠吸收外界的能量来提供足够的斗气融合异火。到最后，萧炎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，两种异火终于在焚诀的作用下成功融合。这种新融合的异火是一种犹如翡翠般的碧绿火焰。萧炎望着那团碧绿色的火焰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眼圈泛红，眼角都变得湿润。等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平静后，萧炎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碧绿色火焰，将它灌注进气旋中。碧绿色火焰完全灌入纳林中，萧炎心中满是喜悦。准备退出这种修炼状态时，脸色猛地一变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犹如被一只无形大手紧紧捏住一般，随后便察觉到一股异样的邪火瞬间传遍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种异样的邪火对萧炎的身体没什么特殊的伤害，但却让他浑身发烫，就像服用了某种极其强烈的春药一般。萧炎调动体内的斗气，想要压制住这股邪火，毕竟他的心中只有薰儿，而现在薰儿并不在这里。但越是压制，邪火反弹的越是强横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萧炎的眼睛已经被赤红占据，最终他的理智还是被欲望压制，望向了不远处赤裸的美杜莎身上。萧炎一步一步走向紧闭双眼的美杜莎，若是清醒的状态，再给他一个胆子，也不敢对美杜莎做什么。
但现在的萧炎脑子里充斥着欲火，已经忘了美杜莎不好惹。刚刚融合完灵魂的美杜莎隐隐感觉到了什么，灵魂迅速进入身体，充满杀意地望着萧炎，问他是不是找死。但萧炎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压根不管他说什么。望着越来越近的萧炎，美杜莎用能量凝成一套红色裙袍后，一道七彩匹链从她的指尖爆射，砸在了萧炎的胸膛上。但此时的美杜莎因为刚刚融合完灵魂，发挥出的实力不足以往一半。这一击仅仅只是让萧炎的身形停滞了一下下，欲火上脑的萧炎盯着美杜莎令人疯狂的躯体，手掌一挥，一圈碧绿色火焰将美杜莎双手牢牢捆住。萧炎面色潮红，俯视着美杜莎。即使是在这种时刻，骄傲的美杜莎也没有丝毫慌张，而是怒斥萧炎，如果敢对自己做那种事，等他恢复实力，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萧炎丝毫不理会美杜莎的威胁，身躯一跃，将美杜莎压在身下。此处少儿不宜省略1万字。鼓掌声结束后，恢复实力的美杜莎便在岩浆世界疯狂追杀萧炎，但萧炎已经晋升斗王，再加上他收服了陨落心炎，身处岩浆世界，就算是美杜莎恢复到了巅峰，在萧炎的面前也讨不到好。更何况因为融合了吞天蟒灵魂的缘故，美杜莎对萧炎难以下真正的杀手。见美杜莎终于安静，萧炎心里一阵苦笑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的对美杜莎做了那种事。萧炎让美杜莎不要再继续内战，而是一起联手突破封印。美杜莎答应了萧炎，心里却想着一旦出去，一定要萧炎为侵犯他付出代价。萧炎破塔而出时，正是内院天焚炼祭塔每月最热闹的时候。大长老以为突破封印的是暴动的陨落心炎，但没想到越塔而出的竟然是他们以为已经死了的萧炎。萧炎的复活让在场的大长老以及内院众人都十分高兴。美杜莎突然出现，想要杀萧炎，但在内院，尤其是大长老的面前，美杜莎根本杀不了萧炎。无奈美杜莎只能先行离去，而萧炎也告诉了大长老一个对内院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，那就是他将陨落心炎炼化了，以后天焚炼气塔提升修炼速度的效果怕是不行了。大长老听到这个晴天霹雳，只觉得萧炎真是个灾星，但事情发生了，就得想解决的办法。好在当初学院的院长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备用的陨落心炎容器，只要萧炎每隔1-2年将炼化的陨落心炎分出一些灌入其中就好。萧炎从大长老这里得知，韩风在黑角域成立了一个黑盟，黑盟中招揽了不少黑角域的势力，强者云集，就连大长老这2年派出去找当初攻击内院的人报仇都被挡了回来。萧炎想将韩风给解决了，便问大长老想不想找回场子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先调集人手便前往黑角域。在说完这件事后，大长老突然想起萧丽的事，他告诉萧炎，在他陨落之后，萧丽的实力突然暴涨成为斗王，现在的他在黑角域暗中创建了一个神秘的组织，专门挑黑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，也因为他长久对黑盟成员下手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势力决定要围剿他。萧炎在得知萧丽的情况，便决定立刻前往黑角域找他，但光凭萧炎一人很难对抗几个势力的围剿，而内院的长老也都被大长老调走，挪不开手。好在林燕告诉萧炎，这2年盘门发展的非常好，5号和虎家半只脚都踏入了斗王，除了他们2个，盘门中斗灵巅峰的强者还有不下10人，更何况当初萧炎陨落后，紫妍也加入了盘门，再加上林燕，他们的实力都可以和黑角域的一流势力抗衡了。萧炎带着盘门的强者前往黑角域，而大长老也将所有的长老集结，准备了结与黑盟之间的所有恩怨。萧炎心中十分不安，半路便脱离队伍先行一步，而萧丽这边正遭受黑盟围剿，带头前来围剿萧丽的正是雪宗宗主范劳。萧丽毕竟只是个斗王，但就在他以为今日要命丧范劳手中的时候，萧炎突然出现，从范劳的手中救下了萧丽。萧丽看到萧炎没死，十分高兴，随后便说来日方长，现在还是赶紧先撤，毕竟对方不仅有斗皇强者，还有3名斗王，但萧炎2年前就能将范劳打得半死，今日更是不会放过他。就在萧炎气势暴涨，准备展开攻击的时候，美杜莎女王突然出现。范劳等人在发现美杜莎针对的是萧炎后十分高兴，恨不能美杜莎赶紧解决了萧炎。而萧炎看着突然出现想要他命的美杜莎，一脸阴沉，他警告美杜莎，今日他若是敢插手，那他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美杜莎死在这里。美杜莎看着萧炎那张充满疯狂的脸，一股莫名
名的情绪从灵魂深处蔓延。在压下心中的烦躁后，美杜莎告诉萧炎自己迟早会拿走他的命后便离开了。美杜莎离开后，萧炎便一心对付范劳和3名斗王。在陨落心炎出其不意的攻击下，范劳等人都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毕竟他们的实力都不弱，很快就压制了星火攻击萧炎。范劳拖住萧炎，还有2名没有受伤的斗王想要去抓萧厉。就在他们即将抓到萧厉的时候，紫妍等人出现挡下了他们的攻击。有紫妍他们的帮助，萧炎便不再担心萧厉，一心一意的对付范劳。2年过去，范劳还是老手段，一开始便释放出血海掩盖身形。可惜范劳的血海在萧炎的碧绿火焰下并没有什么作用。范劳自知打不过萧炎，便再次施展秘法想要逃跑，但却被追上来的萧炎直接用火焰烧成灰烬。在清理完黑盟的人后，萧炎才知道萧厉实力暴涨是因为服用了噬生丹。噬生丹是7品顶峰的级别，服下后可以达到斗王的实力，但却只有3年的生命。现如今已经过去2年，也就是说萧厉只剩下1年的生命。萧厉将世间最后1枚噬生丹和丹方都交给了萧炎。萧炎告诉萧厉，他会争取在这1年中寻找噬生丹的破解之法。现下最重要的是2日后他们与寒风之间的了断。萧炎将萧厉带到内院，和内院的强者们一起出发前往黑盟的总部。在萧炎等人出发的时候，寒风也将黑盟的成员都召集到了丰城。在得知萧炎未死，黑盟中参与过内院一战的人都十分忌惮。寒风将他们招来，就是想要在探测到萧炎的行踪，对他进行围剿。而在他们进行商讨的时候，萧炎和大长老等人已经来到了丰城。这2年，黑盟对迦南学院虎视眈眈，再加上黑盟斗皇强者不少，让迦南学院处处吃亏。大长老这次是要洗刷耻辱，将黑盟解散。大长老身为在场唯一的斗宗强者，一上场便被金银2老缠住。在动手之前，大长老让萧炎一定要缠住寒风，若是寒风摆脱了萧炎，这场战斗胜负便会偏向黑盟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萧炎一定要拖到他打败金银2老。在大长老对战金银2老后，整个内院和黑盟便开始了大混战。在这个时候，寒风竟然还想以黑盟和丹方做条件，想要萧炎将完整的焚诀交给他。面对寒风这种杀害老师的畜生，萧炎也不想和他多讲。寒风召唤出来的海心焰在萧炎碧绿色的火焰下迅速萎靡。2人在短暂的交手后，寒风敢确定萧炎如今的火焰并不是当初的青莲地心火。虽然他的海心焰被萧炎的火焰不断分解，但如今他已经半只脚踏入斗宗级别，很快便摆脱了萧炎的火焰。再看到萧炎一手青莲地心火，一手陨落心炎，寒风对焚诀更是势在必得。再将萧炎召唤出他体内的心火压制后，寒风便开始酝酿大招。寒风的光耀印和萧炎的焰分噬浪尺对上，这一击碰撞爆发出的能量波浪足足持续了有近10分钟。当萧炎和寒风再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萧炎的气息和脸色看起来比寒风要差很多。就在寒风嘲笑萧炎的实力时，萧炎将手掌缓缓升起，一朵仅有巴掌大小的翡翠火莲悬浮在萧炎的掌心之上。这朵火莲比当年青莲地心火和古灵冷火融合的火莲更加恐怖。虽然古灵冷火在异火榜排名上比陨落心炎高，但毕竟古灵冷火是药老的异火，萧炎将它和青莲地心火融合多少还存在着一些抵抗，而陨落心炎已经被萧炎彻底炼化。2种异火毫无间隙的融合，让佛怒火莲的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。萧炎趁着焰分噬浪尺和光耀印对碰的遮掩，凝聚出了这朵火莲。面对锁定自己的火莲，寒风很清楚，若是被击中的话，就算是他也会被当场击杀。寒风用海心焰召唤出一头幻兽来抵挡萧炎的火莲，2者对撞时，整个天地间的能量突然暴动，在火焰能量风暴下，天空中正进入白热化混战的众人瞬间逃得干干净净。就在大家还分不清萧炎和寒风谁赢了的时候，寒风从能量风暴中爆射而下，萧炎紧随其后，拳头涌上碧绿色的火焰，狠狠地砸在了寒风的胸膛上。寒风毫无防御地承受了这一击，鲜血狂喷地砸落在了丰城外的平原上。此时的萧炎也已经到了极限，但他能察觉到寒风并没有死。黑盟众人想要救下寒风，被内院的强者拦了下来。就在萧炎高举重尺砸向寒风脑袋的时候，突然发生变故，魂殿的人突然出现，一道漆黑铁链直接攻向萧炎。此刻的萧炎已是强弩之末，面对铁链没有丝毫的躲避之力。就在铁链尖刀离萧炎脑门仅1寸时，美杜莎突然出现，将铁链牢牢抓住，说萧炎的命是他的。萧炎看着突然出现救下自己的美杜莎，怀疑在经过弟弟那件事后，他对自己有点复杂的感情了。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美杜莎突然反手一掌拍在萧炎的胸膛上，将萧炎震得后退了10几步，最终一屁股坐倒在地。萧炎此时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就在他可惜没能杀了寒风的时候，美杜莎一脚重重地踢向寒风的腰腹，直接将寒风踢断了
了气。在场的所有人怎么都没想到，韩风最终会被一个女人一脚踢死。有美杜莎在，魂殿的人今天根本没办法对萧炎下手。不过这次魂殿的任务也并不是杀萧炎，而是确定药老的灵魂体是否在萧炎的身上。魂殿的人在离开前告诉萧炎，药老的灵魂魂殿势在必得，现在就让他在萧炎的身上再待一段时间。韩风的灵魂也被收进了黑雾，跟着魂殿的人一起离开。可惜的是，海心焰被韩风炼化，也随着他的灵魂一起被带走了。没有海心焰，萧炎毫不客气地将韩风的幽海纳戒据为己有。纳戒中有韩风这么多年来收藏的药材、丹方以及斗技功法，里面的宝贝可以让每个黑角域的强者都为之疯狂。美杜莎看着抱着纳戒傻笑的萧炎非常烦闷，今天他明明可以不出手，但千钧一发的时候却无法坐视萧炎被杀。美杜莎告诉萧炎，他对自己做的事只有他的命才能抵偿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次他绝对不会再留手。韩风一死，金银二老也不敢和学院叫板，没几天黑盟就分崩离析，直接解散了。黑盟之事解决，萧炎在闭关疗伤后，拿出了薰儿离开时交给他的卷轴，在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的斗气灌注下，卷轴才终于被打开。薰儿留给萧炎的是地阶高级的地印诀，地印诀总共5式，薰儿只得到了前2式开山印和翻海印。当地印诀5印大成，巅峰时期甚至可以直逼天阶斗技。听着卷轴中薰儿留给他的话，以及说想他，这让萧炎更加渴望变强，不仅仅是因为家族和药老，更因为薰儿。萧炎闭关出来后，萧丽便找上了他，告诉他自己想要在黑角域扩建势力，想要在黑角域有萧家的一番地位，这需要萧炎的帮忙。不仅仅是因为萧炎的实力强，更是因为萧炎与内院的关系。内院对于在黑角域强大的势力一直都很忌惮，所以在下定主意之前，萧丽希望萧炎可以说服大长老，不然以后难免会出岔子。而内院长久以来注意黑角域强大的势力，都是担心他们会对内院有所行动。萧炎只是想要扩建势力，为萧家增加筹码，对内院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再加上萧炎的关系，若是黑角域出现一个和内院交好的势力，对内院只有利没有害。在与大长老商量好之后，萧炎便再度进入深山，准备闭关修炼地印诀。而在进行闭关之前，萧炎需要解决掉他和美杜莎之间的事。萧炎把美杜莎叫出来之后，直接摊牌说他知道美杜莎杀不了他。美杜莎成功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，但也受到了吞天蟒的影响，不仅没办法对萧炎下手，还经常跟在萧炎的身边。萧炎告诉美杜莎，自己可以帮他将吞天蟒对他的影响彻底消除，要求是美杜莎1年之内跟在他的身边，不能对他有杀心，必要的时候萧炎让他出手，不能拒绝。1年后，美杜莎要是还想杀萧炎，萧炎悉听尊便。为了能早日摆脱吞天蟒的影响，美杜莎答应了萧炎的要求。而在交易达成后，萧炎便给美杜莎取了个人类的名字彩铃。萧炎和美杜莎达成保镖交易后，便开始修习地印诀的开山印，而萧丽也成功的接管了失去主人的丰城。只是黑角域势力众多，丰城这2年又因为黑盟的缘故发展的非常好，所以不断有人找萧丽的萧门麻烦。在3个一流势力联手上门找麻烦的时候，萧丽找上了正在闭关的萧炎。接到萧丽消息的时候，萧炎的开山印正有所小成。收到消息后，萧炎便带着彩铃前往丰城。前来找萧门麻烦的是天阴宗、罗刹门以及狂狮帮，这3个势力的首领实力都在斗皇级别，也都是黑角域黑榜前10的强者。他们原本想要将萧门赶出丰城，却没想到萧门真正的主人竟然是杀了韩风的萧炎。原本他们3人还想联手抢一下资源，但在美杜莎凭空出现后，3人都变得十分老实，想要退出丰城。不过既然来了，萧炎自然不会轻易让他们走。萧炎向他们3人提出允许他们3大势力在丰城占有一定量的份额，但前提是在他回加玛帝国对上云岚宗时要助他一臂之力。云岚宗存在已久，萧炎或许可以扛下云山，但云岚宗其他的强者还需要有人去对付。这3人正好都是斗皇的实力，以利益来请他们当打手是再好不过的。不过这3大首领也都知道云岚宗有一名斗宗强者，没有轻易答应萧炎。最终在萧炎承诺给他们6品巅峰级别的黄级丹，才终于答应出手。在解决完这3大势力之后，萧炎便留在了萧门。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打败云山，现如今最重要的便是增强实力，而只要药老能够苏醒，萧炎的战斗力一定会暴涨。萧炎让萧丽帮他寻找能够修复灵魂的药材，随后拿到药材的萧炎便再次进入深山，准备唤醒药老。萧炎将所有药材
才彻底炼化融合在一起。在萧炎琉璃莲心火不断的煅烧中，药液慢慢的被药老藏身的戒指吸收，但长达2个月不断消耗斗气催动琉璃莲心火，也让萧炎达到了极限。一旁守护萧炎的美杜莎都忍不住开口关心萧炎，但萧炎能感觉到离药老苏醒已经不远了。而在萧炎榨干体内斗气力竭之后控制不住的掉落悬崖时，美杜莎内心十分挣扎，到底要不要救萧炎。她的第一感觉是想要将萧炎就地格杀，但灵魂深处却又与这种感觉相抵抗，最终驱使她出手救下了萧炎。而在她抓住萧炎想要带回悬崖上的时候，苏醒过来的药老以为美杜莎要对萧炎不利，在将萧炎夺过来之后，萧炎告诉药老寒风已经被他清理了，但药老在知道寒风的灵魂被魂殿带走后，便说寒风很有可能会在魂殿的帮助下存活。而如今魂殿的人已经知道药老的灵魂体在萧炎的身上，日后一定会派遣追捕者对萧炎出手。在让美杜莎回避之后，药老便迫不及待地问萧炎2种异火是否融合了。看着萧炎的碧绿色火焰，药老十分激动。此时的焚诀也已经进化到了地阶低级，以焚诀的奇妙，他的地阶低级也能抵得上寻常的地阶中级的功法。而萧炎最关注的是他已经拥有了2种异火，是不是可以为药老炼制容纳灵魂的躯体。药老告诉萧炎，加上他的骨灵龙火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，但炼制躯体的材料罕见又恐怖，所以这件事完全急不来。而想要炼制可以容纳药老灵魂的躯体，最主要的是3种东西：生骨融血丹、7阶魔兽的精髓血脉，以及一具斗宗强者的骨骸。生血融骨丹是7品巅峰，甚至能够踏入8品的丹药，另外2种皆是斗宗级别的实力。现如今的萧炎实力并不够，只能以后慢慢找机会把这3种材料弄齐全。重要的事情都聊完了，药老便催着萧炎赶紧疗伤。在疗伤之前，萧炎将噬生丹和丹方都给了药老，拜托药老想办法看能不能破解噬生丹。萧炎在疗完伤后便决定最近2月就启程前往加玛帝国。在让萧丽召集好萧门的强者后，萧炎再次回到内院。萧炎回内院主要是拜托苏谦大长老在他离开后照看一下萧门。萧炎回到盘门后，只同意了让林燕和紫妍跟着他一起回去。在商量好之后没几天，林燕便神秘兮兮地将萧炎带到内院的竞技场。林燕知道萧炎回加玛帝国需要不少的帮手，所以将他要离开的消息告诉了林修崖和柳琴。林修崖和柳琴主动表示，只要萧炎能打败他们2个，他们俩就跟着萧炎一起去云岚宗。仅仅5招，萧炎就将他们俩震出赛场。这场比赛之后，萧炎再次进入深山修炼开山印，这次重回加玛帝国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击杀云山。药老告诉萧炎，以他如今的实力，想要杀他很难，但并非不可能，只要将地印诀第2印学会。但萧炎现如今连第1印都没有彻底掌握，这条路不行。药老告诉萧炎，只剩最后1种，那便是融合3种异火，施展佛怒火莲。如果萧炎能成功将这3种异火融合，击杀云山不在话下。但想要融合3种异火，困难度极高。药老让萧炎不要着急，实在不行他可以出手杀了云山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萧炎在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尝试将3种异火融合成佛怒火莲。虽然不断的失败，但经过反复的实验也有了一些进展。也就是在此时，萧炎接到了萧丽万事皆备随时可走的传信。萧门此次出动了8名斗王强者以及严加挑选的斗灵强者，3大势力每一方除了首领之外都派出了2名斗王强者以及门派精锐，再加上斗宗级别的美杜莎以及紫妍4人乘坐魔兽飞往加玛帝国。这一次又是3年，而萧炎已经不再是3年前那个孤身一人的少年了，现在的他已经有了能让整个加玛帝国为之一颤的实力。好啦，迦南学院篇到这里就已经完全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